沈伯洋说这个蒋万安用一个谎，用千万个谎来圆。蒋万安今天反击了，他说民进党政府从疫苗到毒油案，态度就是硬凹、护航、包庇，整个事件就是黑箱那另外呢，这个因为沈伯洋说蒋万安造谣，所以蒋万安就重复了3次，说是我造什么谣呢？民进党始终硬凹又包庇业者就毒油业者了那另外呢，民进党说这个蒋万安当时也开过秘密会议在立法院扯到立法院的时候，早知道疫苗很困难为什么还出去放话呢？疫苗当时买不到蒋万安反击说：对了，我是当立委在立法院，你们是用秘密会议当时立委要求嘛，到底疫苗买的怎样？秘密会议开，但是秘密会议给我们的资料呢，2/3都涂黑譬如说到底采购多少数量，什么时候会到期程，买的价格等等，通通看不到，通通黑的把它涂掉，而且不但涂黑，还说这是国家机密，要封存30年。所以我怎么会知道呢？你们怪我是民进党规避立委的监督嘛？说我放话，说我不应该放，我根本不知道你们秘密会讲什么，怎么是我放话呢？那另外呢，这个因为他被民进党骂说，你既然参加了秘密会议，又在外面造谣，蒋万安就说呢，当场有要求公开，说他当场有反对涂黑，不应该涂黑，公开，意思就是说你当时我公开，我就不会在外面讲，结果你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嘛，等等那徐巧芯也很有意思，他把陈时中的防御的时候话，其实都过很久，其实大家都已经忘了，都再拿出来。那徐巧芯说，陈时中讲了很多话，粗暴言论大可不必，你们不要太不满，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我都不能说错一句话吗？大家要自主应变，太晚了我们就不要了然后呢，这个反正就是各种疫苗不是用吞的，丢钥匙拿药，什么丢钥匙拿药就说被隔离了。已经送药到家里，不能从公寓5楼4楼走下来，把钥匙丢下来，你把门打开，自己把药送进来，好，反正就是讲了一堆金句了所以徐巧芯说，你光洗我们的记忆没用大家还记得都存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而且说你陈时中干嘛？民进党那么急要替他洗白，说可能行政院会下台做中泰到时候陈时中会上来做行政院长了到底会不会？我们看一下蒋万安。开始从信封拿出来的合约，2/3以上都涂黑。当场我就要求卫福部你要完整公开，他们还是支支吾吾不愿意。后来疫苗采购合约就封存30年，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所以这整件事情，我想民进党不要再来洗地，透过扭曲事实的方式来洗人们的记忆，一切都非常清楚。所以不管是从疫苗到现在毒油案，看到民进党政府的态度就是硬凹、护航、包庇，整件事情就是黑箱。嘉宇，我觉得当然，现在大家是关注说，当时慈济在采购疫苗的过程中，确实是一片善心，只是说所谓3000万美金、10亿元的佣金这过程中这个内控或者是这个钱到底是怎么出去的，这是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被诈骗这件事情跟采购疫苗是2回事因为最后慈济是透过台积电跟鸿海跟政府的协助，这个谈好的合约所以一起采购的，跟他被诈骗是2回事。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大家在讨论的就是当时这个疫苗的过程中，陈时中部长确实是提醒大家说，有很多的掮客想要来兜售疫苗，那如果没有原厂的认证这个其实都可能是骗子。所以其实针对的是这个部分，当时有很多人就在因为这件事情去指控陈时中部长说你在挡疫苗等等。那所以呢，现在事实证明确实是有掮客有骗子所以要让大家知道说，确实部长当时是有委屈的。那蒋万安现在讲的是，在这个卫环委员会里面，蒋万安是召委，所以当时的整个疫苗采购过程，国际上有很多的厂商要求要有保密协议要。不管是价格等等，可能每个国家采购的金额等等数量有所不同，所以要求要保密。所以到底保密的内容可以到什么程度，甚至这个文件是保存30年还是保密30年，都有不一样的状况，所以不能全部都混为一谈。那现在大家把它全部都混在一起，变成说这个当时什么全部都保密，全部都这个要30年，其实不是这样。那我觉得蒋万安身为召委更清楚整个过程包括政府当时采购的
困难。国际上确实有很多的大家都在抢疫苗，那我们要买疫苗的过程非常的辛苦，也是受到很多的阻挠。所以我觉得蒋万安也必须要把这件事情让大家知道，你在当召委的过程中，到底跟卫福部的沟通、当时的会议记录，或者是采购的困难等等你所知道的情况，而不是把它全部都指控成政府在挡疫苗，甚至当时有一个很情绪的话说，你相信民进党还是相信慈济？那如果蒋万安身为召委，他很清楚采购过程中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他也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因为对于政府来讲，每一个人命都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关键，没有人会想要去阻挡疫苗，只是担心说这个前客或者是这个采购疫苗过程中，政府其实也是要尽力的协助，而且国际上你除了要原厂认证，你还要政府出面保证说，如果你有药事的受害等等的这些，政府你要出面有切结书，政府来负责这个也是政府一定要参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不能全部都混为一谈，这样对当时的部长陈时中，对政府也是非常的不公平。慈济被诈骗，还有这个防疫时的那个阶段，民进党政府特别是陈时中出了一堆问题，包括连买疫苗都买不到，弄到后来要民间去，这是两回事哎。结果你现在用一个慈济的诈骗呢，一直在帮自己洗白，你这不是越描越黑吗？大家问两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个。你现在讲说你当时有提醒什么前客？后来慈济他们买了这个疫苗进来的时候，你陈时中是到机场去接疫苗的。是啊，你到底怎样不？你事先知道有那个里面有骗局吗？你如果知道骗局，你要到机场去，你这不是掩护这个骗局吗？那不晓得的话，你现在什么事后诸葛吗？更严重，我觉得这里面最严重的是什么？为什么弄到那个时候，慈济、台积电、鸿海必须出面去抢这个疫苗进来救人？不就是你政府无能吗？全世界不是所有的政府那时候都投入这个防疫的时候，大家要抢疫苗吗？为什么你政府抢不到，弄到还要民间去？结果你现在没有道歉，你现在回过头变成把所有责任去推到实际被诈骗这个事情。第二个事情是更离谱的，这段时间你看那个防疫期间要疫苗没疫苗，要快筛没快筛，要口罩没口罩，还出现了一堆弊案，民众开始有些质疑的时候，请问现在给我们真相没有？你现在尘封30年，他30年后才给我们看真相。你讲说蒋万安那时候开这个机密会，蒋万安很早以前在咨询的时候不就讲了吗？他说你把资料全部都涂黑了，这个在立法院里面都有资料的啊，这个以前都有新闻的啊。你现在回过头，沈伯洋上去追打这个很奇怪的这个议题，只是为炒新闻吗？你这不是扭曲整个真相吗？我觉得现在陈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出来道歉，不是反正一推这个责任。现在最让人家生气的是什么？你看。这个毒油的事情到现在有没有真相？没有，就是因为盖牌嘛。疫苗的事情盖牌，民进党执政的这10年，没有发现很多事情都是黑箱，盖牌一直在盖牌，再盖牌。然后盖牌的同时，他跟你讲，一方面要30年以后才会有真相，第三个还把责任都推到在野党或者推到其他人身上去，这才是民进党对台湾伤害最大的地方。我要提一下这个陈时中，民进党政府难道不了解？这事情把他一直吵，对他是加分来扣分，当然扣分啦、不要忘了那时候什么大家都了解，那有 BNT 要进来，我们的陈时中带头不让他进来，为什么？只因为说上面有经过中国大陆那里，就是道地的政治来挡疫苗，大家抗议的是这个。他当时说是中国大陆做的，后来才发觉根本不是中国大陆做的嘛，但是有经过他那边啊。好，那万般的阻挡。就是为了高端，请问各位知道高端现在的股价多少钱吗？50块左右，51块。最高时候呢？最高时候417，417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是在那时候 COVID 最盛行的时候，2021年的时候，它417块。然后所以那时候大家就说万般阻挠，为了高端，为了扶持高端。所以包括陈建仁哇，去打这高端谁都去打高端，是不是？那时候很多这样子要打高端秀，我就不了解说这个事情重新炒，对他是好吗？当然不好啊！大家想到多死了多少人 ？COVID 整个让台湾死了多少人？死了差不多2万人左右，大概18000、19000。有人说到往后面，如果统计到2024年是2万4。死的人相当多啊！你按这比例来讲是相当多的哈。那大家很多人没死，也有很多各种对很多人后遗症。像我的一个亲戚就打了那个疫苗之后，他的整个右腿像象腿一样啊，
整个半年没办法睡觉啊。像这个东西很多这种，还有年轻人什么打这个荨麻疹，打荨麻疹或者是手臂很像被车撞到，这个都有。但是我觉得现在民进党选择这个战场，为什么？他只说哎呀，我们抓到了，说这个有前科。陈时中讲过有前科，他讲有前科，人家卖你东西有前科，这有什么了不起？本来就是这样子，大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是不是？好，这里面有没有诈骗新闻？那继续查。可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独有的事件，它转移焦点的。你们看到最近在讲这个要 COVID 的这个疫苗的事情，独有的事件不见了，没有独有的事情在新闻上，没有的焦点被转移掉了，这个才是他们要的。所以他要知道，明明知道自己理亏，但是偏偏要讲，就是希望能够从独有案件来脱身。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因为啊，现在回想当年的买不到疫苗了哈，所以呢，台积电、鸿海、慈济各买了500万剂，一共1500万剂到台湾来啊。那现在传出来说，慈济呢这佣金付了3000万美金，付太高啊，所以呢绿营就一直来骂啊，说你们当时说要相信慈济还是相信民进党，现在要相信谁呢？啊，当然还是相信慈济啊，他是真的500万剂有进来，不是假的。柯文哲骂民进党，跟骂陈时中。说呢，我也是外科医生，哦，这个民进党政府还有陈时中，就是民进党跟陈时中，因为陈时中是卫福部长嘛，真的不要脸，而且没有天良，没有良心。这疫苗当时救命的东西啊，对，你们找各种政治理由来阻挡，哦，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有良心吗？哦，那另外呢，这个王必胜说，掌声背后就是不断射向你的箭，哦，那他不舍陈时中，哦。那另外呢，这个现在在骂了哈，谁在骂呢？这个我看蔡其昌，哦，蔡其昌在骂卢秀燕。蔡其昌说，怎么坏事呢都在卢秀燕卸任前一个一个都爆出来呢？卢秀燕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因为说这个诈骗这个女的这个陈律师呢，是台中市前法务顾问呐。哦，你台中市政府把他聘为法务顾问，卢秀燕你瞎了眼了，你什么意思啊？你骗那个骗子当法务顾问，就还去骗慈济，结果后来查出来，说这个不是卢秀燕的法律顾问，是林佳龙聘他的。林佳龙聘，哦，这个你看这个陈玉轩这个律师做法服律师，而且卢秀燕5年以前就没有再续聘了，是林佳龙聘了，后来他们发觉有问题，就5年就没有聘，所以林佳龙还颁奖给他，看嘛，律师还颁一个什么证书给他，还照相。林佳龙2016年起就聘任台中市政府的法服律师，5年前未再续聘，所以在林佳龙任的做很久啊，哦，那你想你有这个台中市政府法服律师这种资历，哇，这个也可以这个到处横着走路啊。那另外呢，因为他这个陈玉轩律师诈了3000万美金，说10亿台币嘛，徐巧芯就说他跟林佳龙还有陈柏惟都有交情啊，哇，所以当时你看哦，他在这里有没有？那林佳龙在这个陈时中这里还接疫苗的时候还在这里，有没有？那这个呢是跟陈柏惟啊合照，都有交情啊。哦，所以你现在怎么去骂卢秀燕呢？所以联合报才说慈济的 BNT 骗局，用这个也能打卢秀燕，你们真是无聊啊！这打卢秀燕干嘛呢？所以呢，这个蔡其昌害了。蔡咪个眼，害了这个林佳龙尴尬了。你不是让卢秀燕尴尬，你让林佳龙尴尬，因为林佳龙搞了半天是林佳龙这个聘的嘛，哈。那另外呢，张景生说上人已经问了，为什么没有查清楚？所以有问啊，到底怎么回事？看一下。来关注慈济疫苗诈骗案，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日前就表示，当初有提醒要小心疫苗前客，也再度澄清绝对没有阻挡疫苗，要求质疑他的政客要对社会道歉。而时任台北市长的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就对陈时中的说法重炮抨击，来听柯文哲怎么说。这个民进党政府还有陈时中，这真的是不要脸的，而且完全没有天良，没有良心。当年防疫特别预算8800亿，结果发生什么事？要口罩的时候没有口罩，要快筛没有快筛，要 PCR 没有 PCR， 要疫苗没有疫苗，还有
甚至到最后连那个药物都供应不足，然后逼到当时已经疫情爆发开始在死人了，然后逼到郭台铭还有证严法师要跳到第一线来说要买疫苗，现在在嘲笑他们说你们被骗了。我跟你讲，那实在有个不要脸。可以听到柯文哲非常不满，认为陈时中当初就是阻挡疫苗，才会让当时的郭台铭、证严法师等人跳到第一线急着购买疫苗，结果现在反而沾沾自喜。柯文哲痛批陈时中跟民进党不要脸。义兴兄。刚才我们在讲那个卫福部的秘密会议其实那个时候我跟世宝哥都在现场那个会议真的我们都是立委而且那个机密会议老实说我开过那么多机密会议，外委会的机密会议那么多，总统府的机密会议更多，我开过那么多机密会议，就是那个卫福部第一次开的机密会议里面什么机密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呢，我现在说那个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就质询陈时中说，你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没有，你还要开机密会议？而且你现在说保护的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你法律上面应该要对立法院讲清楚的。他事实上他只是根据一个民间的一个私人合约，一个商业的契约，他把这些东西设为秘密这个根本都是于法无据那我们再讲到陈时中，他现在居然想要借由慈济的案子来洗白自己，刚才就讲得很清楚了。问你到底当时你跟这个陈姓女律师陈玉轩你到底认不认识，知不知道就是他就是诈骗嫌犯？如果你知道的话，你怎么还跟他一起去接疫苗，还跟他合照？你不是助纣为虐吗？好，那你如果不知道，那你怎么还可以解释说你那个时候是两件不相干的事情？你凭什么说你那个时候因为这样所以不是在挡疫苗？两个不相干的事情把它接在一起，你就是移花接木嘛。再来，你今天陈时中不止为了这个移花接木，你还要转移焦点。这件事情为什么跟陈时中有关？因为陈时中他做了一个食安调查报告，大家记得没有？因为你今天做了一个食安调查报告，你公布了，然后说这个食安调查报告里面然后这个中间的原因是什么什么，结果你这个食安调查报告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巴西黄豆从去年6月，中联油资就已经放宽了它的允收标准，它的热损率从0.5%到5%，所以从去年6月到今年4月。他有没有做油油到哪里去了？你留下的这些问题，你都没有解答你怎么现在又开始在讲慈济了？你回过头来把你的食安的问题把它解决清楚了吧？所以今天还有很多的问题存在，食安的问题还没解决，致癌油这个毒油到底还有多少不知道。然后呢，还有311油槽又不是只有这些油，还有其他油到哪去了？你这些问题更多，你赶快拿出来讲清楚。慈济的事情跟你现在没有关系了啦。巧心说，陈时中最近这样讲，帮他绿营帮他洗白，是为了他要接行政院长，期以为不可。台湾没有人啦，民进党没有人啦，就这些人轮着干啦。来，汉庭。绑疫苗呢，慈济只是其中一环。陈时中2021年6月22号面对慈济捐疫苗，他说太多民间要捐会引发困扰根本没说是为了防诈骗整个挡疫苗是方方面面的。AZ 最早说要来台湾代工3亿剂，民进党拒绝。陈时中在立法院的答复叫有人不太喜欢，这个有人不就是在阻挡疫苗吗？后来 BNT 和莫德纳前期要跟卫福部合作，民进党拒绝，认为他们是小厂。后来东洋拿到了代理权要卖 BNT， 被吴秉叡和雅各成把水搅浑。林权说这个水太深不玩了。2021年4月1日，上海复兴说愿意卖给台湾 BNT， 庄仁祥立刻拒绝，说法律上我们不要不要。吕秀莲说有2个海外基金会要捐5000万剂的疫苗，写信给了蔡英文，他也把案子交给了陈时中。结果事后陈时中说什么？说哎呀我忘了。这么多方方面面，这就是在挡疫苗。而且别忘了，5月23号郭台铭说要捐疫苗的时候，活生生拖到7月12号，郭台铭才宣告和上海复兴签约完成，硬生生拖了749天，每一天都有人不幸的丧生跟牺牲。绿的现在跟大家讲，哎呀，当初国际采购疫苗很困难，现在 AI 时代太方便了，大家自己上网找一找，2021年4月到9月才开始采购疫苗的国家并陆续到货的越南、菲律宾、巴西、南非一大堆，根本不是民进党谎称的，当时世界上买不到。而后来证明鸿海跟台积电也买到了，所以很简单，如果买不到是民进党无能，那如果在等高端就是民进党的邪恶。而所有民进党在疫情期间都是共犯，
别看民进党的立委啊，好像傻白甜啊，人畜无害，要么是真傻，要么是眼睛白。导播很坏，为什么要照高嘉瑜？我就说，就在6月18号的时候，立法院有7个议案，民进党全体反对。第一个就是采购足够的疫苗，第二3+11的会议要公开，方方面面，民进党全面反对。所以每一个民进党立委在采购疫苗这件事情上，都是挡疫苗的共犯。民进党要扭曲历史没有用，我当年写的书就把这些事情记载得清清楚楚。在民进党不断用谎言来散播的当下，需要有人记录历史，传播真相。那嘉瑜为什么他们现在还要去替陈时中讲话？其实陈时中部长当时在疫情期间呢，非常的认真，而且每天都开这个疫情的这个记者会，大家也都看到，而且呢，真的是尽心尽力哦。那当时其实整个这个防疫团队哦，也是为台湾守住了我们在当时防疫的第一线，而且很多人在事后你也知道，他们身体其实健康也都受到影响。为什么？因为其实真的是付出非常多的心力哦。那但是事后回想，说这个过程中，对于防疫团队来讲，当然是尽一切的努力，希望能够守住台湾的疫情。可是，我们面对这个国际疫情的这个冲击，或者是在疫苗上采购上的一些困难，其实当时确实是受到了很多的阻挠。那这个困难，其实我觉得是大家都要一起去了解，而不是你现在用政治去攻击去抹黑。谁掀起政治攻击？是民进党嘛？是啊，这是不是？实际的事情被掀出来了，说他付了3000万的这个佣金，对不对？好，这是两回事情。就慈济有没有被骗，有没有用不合法的手段骗，这在侦办嘛，在侦办，而且可能都被收押了嘛。那问题是谁拿出来的？就说你看，当时你们说，到底要相信慈济还是要相信民进党？这是民进党人提出来的。民进党现在要去抹黑蒋万安，要抹黑慈济，我也不懂干什么。慈济买的500万剂疫苗有没有到？到了，他到了，大家打了没有？也打了，我的家人也打了，我到现在很感激慈济啊。我感激慈济，感激这个郭台铭，感激台积电嘛，因为的确是他们的1500万剂进来，大家都打到了，1500万几乎台湾都等于每4个人有3个人都打到了，对不对？所以感谢他们，那是一回事情嘛。那至于说有没有被诈骗3000万，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两个是两回事啊，你不要把两个合在一起，然后去骂哦，这是一个。当然了，就是说第一个我讲说打到 BNT 的人应该都感谢他们嘛，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慈济现在要对谁负责？要对他的信徒负责。像那天这个谢龙继续讲，他10年、20年每个月都捐500块给慈济基金会，很多这样的善男信女，那慈济要跟他们解释嘛，他也发了公开信的了哦。那另外呢，就是说这点慈济本身也要检讨了。这个我也觉得慈济做善事是一回事，但是善款怎么善用是另外一回事。第一个，因为我看到新闻呢，我这都从新闻看来评论的。说那个骗子去骗慈济，说呢台积电、鸿海也都给了1000万美金的佣金。那如果是真的，不管真的假的了，我是记者会问，那么他1000万为什么我要付3000万呢？我也付1000万啊，那就少被骗7000万，加7亿嘛，对不对？既然他们来说服慈济的理由说台积电跟鸿海也有付佣金，慈济上人说有问题啊，上人不解啊，为什么有后面这2部分？他也问啊，为什么呢？那下面跟他讲啊，说台积电、鸿海也都付了，那这是第一个，为什么他们付1000万，我要付3000万？我的话我就不爽啊，为什么要付3000万？这是一个。第二个，郭台铭跟张忠谋那时候台积电跟这个鸿海嘛，这2个人打个电话给他就好啦，有那么困难吗？以慈济的身份说，我打个电话给郭台铭，郭台铭会不接吗？不会嘛。打给张忠谋，张忠谋不接吗？不会，因为还觉得很光荣啊！哎呀，慈济打电话给我啊，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慈济自己问啊，所以他跟我讲说，你们付了1000万美金的佣金，真的还假的？我样模样，进来给就知道了嘛。这个只是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会骗来骗去，骗来骗去，骗了以后被骗了3000万都不知道呢？当然，我那天也讲说，其实慈济将来会把钱拿回来的啦，因为现在已经抓到了，而且因为黄金涨价了。当时黄金1公斤大概才160万，现在黄金我那天查一下450万，所以就黄金涨很多。所以呢，检察官才说慈济被骗了10亿6千万，但现在他们这个把那个骗的那些都收集起来，扣押的已经值10亿8千万了，比当时还多2000万，赚了2000万，这是另外一回事情。花完之后钱还更多，这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这怎么讲呢？就是好心有好报嘛，老天的意志嘛，这是一回事。但是我的意思说，这整个过程
慈济也是有要自己检讨的地方，也不是没有，但是两回事情，就要再回来。好，这个吴乃仁他现在不是管收了吗？管收就是说要还钱呐，因为你不还钱，是可以要求债主可以要求要把你管收起来。很多人是这样说没钱，一关起来就钱就来了不管你怎么来，借也好，怎么挤出来也好把长的拿出来也好，就还了。那吴乃仁问题是还没有还就放了，大家觉得为什么放呢？台糖当时就讲说跟他要协议。他有一个还款协议，结果现在还款协议出来了，吴乃仁说这样我每个月还5万块，我一听5万，1年60万，1年60万，10年600万，对不对？100年6000万，他欠1亿8他欠1亿8300年才还完，而且还有利息啊，在往上加，所以难怪的这个洪威讲，洪威说你要。379岁还到379就300年嘛，他现在70几岁，还300年，可能还不止，你要再加利息所以他现在欠了1亿8了，原来是1亿2，然后加利息变1亿8，所以呢，经济部就说真的不行因为台糖属于经济部，要2次管收2次管收反正就告诉你，要钱没有嘛，要命一条嘛，关起来好了，就这个态度，那包怎样那另外台糖说他下半年要停购出油了，因为上次说出油有问题嘛。其实问题不是停购够不够出，你够不够出油关消费者什么事呢？你问题是你购来的油要合规定嘛，你不合规定你就要报，你不报，你现在说我不合，我不买，问题不在你们常常搞不清楚，关键在什么地方？谁管你在哪里买，对不对？事实上你从巴西、从美国、从哪里买的东西要够好才重要嘛，不合格就要通报，我就告诉他不可以，你不卖给你卖给别人也不可以啊，不管从道德、从良心、从法律都不可以啊，所以经济部长说，进到台糖油绝对合乎标准所以你们放心好了然后钟嘉宾还说出油就是金块然后呢这个说稀释马桶水，说食安包含让人民心安理得，因为呢台糖验出苯培比没有通报嘛。所以呢，他们还是讲说台糖是乖宝宝、好宝宝，各种宝宝那到底什么宝宝那现在传出来说，施崇良跟江志刚要请辞了。行政院说没有讨论这个事情，没有讨论是有没有这两回事情你也没有回答问题啊。实际上有没有请辞？有没有请辞？说没有是一种嘛，没有讨论是怎样？是传来了以后没讨论还是怎么样？又看不懂就是他们讲这个打高空高来高去老百姓说你们在讲什么？我们看一下，他们自己检查了12次，那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也检查了各10次，所以总共32次。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台糖公司的这个油是绝对合乎标准的。台糖有没有知情不报？虽然经济部在乎台糖，强调合乎标准，但国营事业没通报依然引发争议。台糖决定下半年停购外购粗油，采取了这个预防性的下架。那我们就在等这个程序看能不能确定以后可以恢复上架可能就不在国内买这个粗油，而直接从国外进口黄豆来自己炼制，那这个安全性可以更提高。未来将自制沙拉油，而台糖在强调粗油无从通报。这个粗油到底有没有食品安全的标准？它这个是没有标准，所以没有所谓大众所误解的就说超标了。所以要做什么用？中间不会定就对了。中间没有，我的意思说还可以讨论。毒油风波还在烧，国民党大枪绿营借慈济疫苗转移焦点，而民进党在反击。当年好心的提醒，善意的提醒。但是国民党却要攻击成做丑图，说在挡疫苗，说居心叵测，说在谋财害命。从毒油到疫苗，蓝绿续守战场。我还是对吴乃仁1个月付5万他欠了1亿8这是他数学是很烂，还是大家数学以为大家数学都很烂？到底怎么回事？要还多久就还300年嘛，400年、500年，因为加利息再加进去。这个就吃台糖豆腐嘛，各位别忘了其他的人欠政府的钱，要行政执行处要处理的时候，对有钱人来讲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管收。
我看到了几个案子嘛，我看到几个案子，一管说他们就怕了，因为进去里面了，真的。那你看到这个污染人欠这么多钱，只有被管收12天就被放出来，而且是台糖把它撤掉。那台糖是谁的？债权人呐。债权人啊，他债权人当然是有经济部啊，对经济部嘛。有没有民进党立委去关说啊？这个不知道了哈，这个我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可是要想一想哈，不要忘了，你不要什么关说不关说，你要想说，台糖董事长如果这件事情你被行政院认为做错了，请问他会不会换掉？没有啊，就是说台糖董事长如果不应该把他放出来，不应该和解，就应该被换掉，就应该被换掉。这么大的事情，董事长上面还有人，上面有人嘛，就很清楚来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别忘了，这个我不大家讲了 N 次了，赖清德公开记者会讲的哦，污染人如果有问题，我退出政坛。他现在当总统呢，他是总统的导师，他最相信污染人。蔡英文最相信邱毅人2个人，就是等于民进党很重要的两个人，2颗头岛林，2个头岛林，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哦。所以很清楚来看，这个台糖把它放掉，一定高层受益，或者是有默契，就是中间这高层。那现在台糖说要2次，经济部说2次会2次吗？会，我认为看看就好，看看就好。他可能用另外，不要忘了，他现在放出来理由是什么？说我要跟他有一个还款计划，类似一个债务的一个重整计划一样。那会不会再来一次说，他提出更好，或者把5万提高到15万、20万，是不是可以会这样子？那继续老百姓就觉得说，那一般人欠税不是这样子哦，欠政府的钱不是这个样子哦，他台糖是政府的钱哦。那就以他做一个标杆嘛。以后欠国家的钱都用这个比例，来还就好。如果可以的话，来这个法律啊，碰到民进党就转弯，现在连管收都转弯了。我记得应该先去问一下赖清德，赖清德曾经讲过，他说吴乃仁如果有不法，他要退出政坛有吗？赖清德退出政坛吗？第二个，我们更要问了，吴乃仁这个还款计划，管收只有12天，这个正常吗？全台湾人有谁有这样的一个待遇？刚才讲。吴乃仁现在放出来之后还被抓到，他还有一堆问题不只是那个什么豪车来接他，什么出入一些高档的吃饭的这个餐厅，他有像是在还款的这个样子吗？这才是现在台湾最大问题。好，那我来讲，现在刚才讲说毒油事情，现在是不是会被移花接木，会转移？我们不要被转移焦点了，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严重。第一个，台糖在今年的5月15号，他就知道他买的。中联的这个油脂是有问题的，他没有通报，这个在正常的民主国家、法治的这个社会，经济部长不用负责任吗？台糖完全没有责任吗？他更严重的话，害我们至少都吃了1个半月的这个毒油，完全没有负责任。第二个也是非常严重的，这几天整个文件出来，他们找了这个专家学者去开会的时候，后来自己去下了一个定论，说什么把责任推给专家学者，说20%以上的20%以下这个油可以留下来，请大家去看一下，现在公开的这个整个这个文件里面，所以很多地方被涂掉，可是专家学者都出来讲，没有人专家学者说20%是可以留下来的。后来是自己根本就是行政部门这个食药署的署长自己去做的一个决定啊，那这个食药署署长完全不用负责任吗？你可以推给专家学者吗？另外一个问题，当天也是一个真相出来的，我们的卫福部的部长竟然说那一天中联的这个总经理啊，什么那个厂长去的只有前半段，后来被拆穿了嘛。到现在真相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完全不负责任吗？第三个更严重的，就刚提的。这几天最红的这个陈时中，他自己提了一个检讨报告出来，他说中联早在去年的6月份，他就自己放宽了这个标准了。他知道这个是多严重的一件事情。本来如果1000颗里面有5颗有损害，你要买，为什么是定5颗？因为5颗以内它才会是一个食用品级的这个大豆，超过5颗以上，它可能就是工业用的呢。所以你看那个中联油脂，它是多么的恶劣，我告要挟它把不是我们要食用的，是工业用的，它进来了，而且现在陈时中自己的调查都已经发现，不是这段时间，他在去年的6月份，那为什么这个责任没有往前推？我讲一个最具体的东西给他看了，这个严重到什么程度？嘉义市政府非常的用心，他们去查我去要的这个资料，
光是一个嘉义市政府小吃之都啦，美食之都，他们去查了，光是高雄市政府的卫生局通报过来说有问题的，包括台糖那边的，包括那个中联台中市政府过来的，就有多少？抱歉，我看一下那个数目字，7563件哦，有多少？87031公斤被拦截下来，光是一个嘉义，因为紧急通报，然后市政府卫生局很努力的赶快去把它下架出来，这个是没有流出来的，那有多少是已经吃到人体里面去的？一个嘉义市就这么严重，你看全国有多少民众是受到这个毒友的这个残害的？学校再回来。最近霸凌事件频传啊，我们驻日内瓦的处长说爆发，说是霸凌，下属被骂到看精神科，外交部收到134页的申诉书，外交部在启动调查，说他公款买巧克力送给这个台湾去的贵宾，但是因为怕太高价钱很难报账，就叫人家厂商呢把它分一个巧克力分成比较便宜的，分好多张所以呢，他们的处长李冠德现在驻日内瓦办事处就被内部检举了那要拆单，哇，这瑞士巧克力好吃那另外呢，这个说他被人家讲说有15个问题包括霸凌下属啦、酒驾啦、报假账啦，哇，什么洋洋洒洒一大堆那另外呢，这个说他骂这个部属说我是处长，你闭嘴不要跟我辩论所以呢说他就除了职场霸凌，还有言辱羞辱我说了算另外呢，这个说因为他招待立委所以去吃米其林的法国餐，结果呢因为吃太久了赶不上飞机，所以呢重新买商务舱，也花了很多钱纳税人的钱那另外呢，这个3党都有立委了3党立委说呢，这个不买机票，这个吃，而且不只吃一餐，还吃了2餐，那结果呢，这个民进党立委叫王正旭说，哎呀，不是什么米其林呢，不是100万了，是一般的简餐了那另外呢，这个王玉敏说呢，这是外交部安排的其实跟立委是没关系的，我同意，立委是被去客随主便你要在哪里吃饭，我怎么知道呢那民进党的庄瑞雄干事长说呢，民进党团也不挺，也支持彻查，到底怎样？我们看一下。那我们当然是非常的重视。那畅谈争取加入 WHA 的种种应对作为，时任外交部国组司副司长李冠德脸上随时挂着笑脸。麦克风交给我们发言人。在去年李冠德被调往我外交部驻瑞士日内瓦办事处处长之后，似乎一切变了调。去年升任处长后，李冠德因为超速36公里达刑事追诉门槛，面临被瑞士警方吊扣加到3个月的处分，但他拖了8个月都不回复司法调查问卷，让瑞士警方在今年初2度向办事处关切，有损我国的外交形象。但这事情之所以浮上台面，就是因为有办事处同仁搜证之后，将这134页的李处长不适任全集发给外交部的人事处、政风处，当中指控包括2025年 WHA 期间，李冠德花了台币13万元购买高价巧克力馈赠给台湾贵宾，事后要求同仁将账单拆单分裂，谎称对象为外交工作对象，规避核销，还纵容不属于编制人员的妻子在休假期间私自进入办公室翻找档案，而且李冠德的妻子还多次责骂宿舍清洁员，并要求将私人的清洁用品费用列入办公室公款账单。此外，李冠德还被爆料时常失控咆哮，用羞辱性言语对待同仁，像是怎么连这个你都不会，我说了算，你闭嘴。那我认为外交部必须要彻查，那如果有相关的违规事宜的话，务必要审处。连绿营立委都看不下去，因为检举信里还出示单据指李冠德到任7个月就花费了台币12万元公费购买个人的宿舍寝具、宴请国内访团，还有坐车、洗车、打蜡贴膜，花费公帑累计超过48万元。对此，外交部的回应，外交部一向重视友善职场环境，涉及职场霸凌部分，外交部已受理并组成专案小组，启动调查程序。那一信。其实日内瓦办事处在我们的外管里面是有相当的地位的，因为日内瓦的处长不是只是处长，他有大使衔。为什么他有大使衔？因为那个地方有 WHA
啊，在那个地方，所以说他这个处长是有大使衔的处长。那每一年啊，我们 WHA 的大会期间，我们都会有宣达团，所以这个处长啊，他的能见度非常高，而且国内关系非常好，能够做这个处长绝对不简单。你不是这个朝中有人哦，你就是能力非常好。那今天这一个日内瓦办事处的这个李姓处长啊，他的这个检举的东西我也有收到。好厚啊，我看不完呢。那真的是写得像论文一样上百页，哇，每一个事情都巨细靡遗啊，写得非常详细。我觉得这当中啊，你说每一件都是假的，也很难相信啦。但是你说累积那么久哦，我觉得大家很多人积怨已深呐。好，所以这个背后，我当然就是交给我们这个外委会的委员啊，让他们就好好查一查。我相信啊，他们应该很快就会在这上面来追查。但是我说这霸凌零容忍，大家都在看政府怎么做。我觉得这件事情最离谱的就是说，134页7宗罪哦，这么多的这个投诉的内容，代表说内部积怨已深。而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外交部内部完全没有投诉的管道，或者是说他真的背景很硬哦，怎么投诉都没有问题，都找不到这个惩处哦，所以最后呢，不得已把这件事情公诸于媒体。而且刚刚看就是说，他真的很会向上管理哦，你不管是立委啊什么去，他给你超级豪华接待哦，让你去吃米其林，然后商务舱、升等、头等舱，然后还送你这个超高级巧克力。我们出国也从来没有外交部官员对我们这么热情接待，所以这几个立委或者是被他接待的人，可能回来之后可能也觉得说哦，他很会做人。但是问题就是花的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而且是压榨这些外交部辛苦工作的同仁。那我觉得这点是最不应该的。而且呢，据说他的豪奢程度呢，除了用在这些委员身上，自己也是对自己很好。但是问题是叫基层呢，自己去做预算，然后自己去这个去挪移等等哦。锅都叫基层背，但是呢，向上管理是他在做，马屁是他在拍。我觉得这样的文化在外交部里面变成压榨基层的一个部分，我觉得是非常不应该。另外，外交部长期要接待这些委员，只要委员出国，这些外交部的这些同仁本来是应该做外交工作，变成在服务这些立委，半夜要去接机，要去服务。我觉得外交部同仁真的很辛苦，所以我觉得外交部在这点上真的要多照顾基层。赖委。外交部要出来讲话了，对这件事情，现在看外交部这个是什么司长吧，不太敢讲是怎么样，李什么的，李冠德这官太大还怎么样，是背景太强。林佳龙要讲话，我觉得现在来讲，如果因为这初步马上就可以看得到真的假的霸凌，而且浪费公帑等等的，这个只要确定有的话，先把它换掉吧，这个平民院吧。汉迪。100万米奇称简餐，绿营权贵做贪官，飙车酒驾真荒诞，霸凌基层心胆寒，赖黄仇庸分赃满，国格丢尽有谁管？庶民度日多艰难，纳税买单几十万，一餐吃掉100万公帑，民进党的立委还敢说是简餐？请问王大立委，哪家平常百姓的简餐需要吃到错过越洋班机，然后还要重买机票，花费100多万，米其林吃到饱？这更加证明民进党跟基层民生完全脱钩。我们的外交处境很艰困事实上，外交人员很多都是很辛苦。我几次到国外去参访的时候，发现我们的那个驻外的人员都超时工作，真的都是非常辛苦。但这一次这个检举很具体，有134页的这个检举，而且事情。